本来是市委投资部副科长的我，却突然被临危受命担任一家负债上亿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无奈的我只能带着绝望的心情上任了。在上任第一天，我却突然发现我备用机上面的股票走势跟主机上面的股票走势完全不同。怎么回事？为什么备用机上面显示的是4月16日，主机上面的是4月15日？我疑惑地看了看墙上的日历，上面显示的的确是4月15日。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这台备用机可以看到明天的股票行情？就在我疑惑不解的时候，一道清脆的声音传来。丁，市值科技系统绑定中，本系统已经对宿主的备用机进行了升级，宿主可以通过备用机看到未来一日的股票行情。真的假的？能看到未来一天的股票行情？那我岂不是天选之子了？宿主好好加油！等宿主这家公司每超过1000亿，就可以获得3选1高科技技术。系统果然牛逼！现在有了这台备用机，什么巴菲特、华尔街，在我面前都是渣渣。既然你们想让我背锅，那接下来看清楚了我是如何逆风翻盘的吧。第二天，我带着好心情来到了公司。董事长你好，想不到你这么早就来了。你是？鄙人不才，南州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吴海。你好，我是霍正。董事长，您刚刚来，我带您参观一下公司吧。而我看了看时间，已经9点20分了，还有10分钟股市就开盘了，于是说道：“先不急公司，就后面再参观吧。”那董事长要不要召开高层会议？我们都已经打过照面了，就没这个必要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说完，我就直接朝办公室走去，只留下一脸懵逼的众人。来到办公室后，我马上打开了备用机，没有选择看明天的股市行情，而是选择查看了今天的涨停板，发现最高的就是火星人了。开盘价是13.79元一股，截至下午13点34分涨停，收盘价是16.72。确定方向后，我马上打开主机的同花顺，然后将自己目前手中的50股票全部清仓卖出，然后成功变现132万，其中120万的本金，12万的盈利，然后把这132万全部都无脑的买入火星人。刚刚是在14.08元买入的，总共买入93750只股。如果今天真的以每股16.72元收盘，那么我就可以净盈利247500元啊，爽歪歪！就在我高兴的时候，吴海走了进来，而我赶紧也把我的备用机给收了起来。董事长，这些是我们公司的财务报表和投资明细，请您看看。就放这里吧。吴海把文件放到桌上后，然后瞄了眼我电脑上面的股票，然后笑着说道：“董事长也炒股啊？随便玩玩而已。我也玩，不过今天的行情好像不太好啊。”而我顺势拿起桌上的财务报表看了看，不看不知道，一看真的吓一跳，公司总负债居然高达将近7个亿，然后再看了看公司的账户上只剩420万了。在一番沉思后，我说道：“现在公司还有多少人？420人。难怪会负债这么高，这种规模的公司撑死300人都够了，看来大部分都是吃干饭的。我们公司现在股市上面还有多少钱？总投资6800万，已经亏损超过4800万，就剩下2000万了。”我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来证券部的都是一群草包啊。全部抛了吧，变现，还有把公司目前已经投资的公司股份，还有其他投资全部卖了，全部变现。董事长，你说全部卖了吗？董事长，您可能不清楚，这些股份我们公司的估值就有6.6亿，如果全部抛掉，估计1亿都没有了。而这样我们公司很有可能会被退市的，一旦退市，到时候我们就要从公司里掏钱补给投资人，届时就原地破产了。马上就4月20号了，按照证监会的规则，我们要在那天发布公司的财务情况。你觉得就现在这个财务情况发出后不会被退市吗？实际上财务这块我们可以操作的。停！听到这，我马上打住了吴海。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怎么做的，但是从今天开始，财务都必须是实打实的，明白吗？是，我明白了。好了，把我刚刚说的落实下去，明天我就要看到资金。是，董事长。之后，吴海只能无奈地离开去落实我刚刚说的事情了。很快，时间就来到了下午1点半，而火星人也跟备用机上面显示的一样，在下午1点半的时候就涨停了。而我毫不犹豫的就将股票全部清仓抛售，扣除132万的本金，盈利24.7万。我现在手里的资金也达到了156.7万。然后我继续打开备用机，看了看16号这天是哪只股票下午开始飙升的。很快我就找到了一只符合的华铁装配。华铁装配4月16日的总市值37.8亿，开盘16.37元一股，在下午13点3分的时候到了17.62元一股，3点半的时候以19.08元收盘。上车，必须上车！然后我马上将156.7万以17.63元一股的价格买了88882只股。时间1分1秒过去，很快就到了下午2点51分，也是华铁装配估价最高的时候。然后我以每股19.18元的价格将股票全部卖出，总共盈利137767元。现在账户资金有170.5万了，扣除本金132万，我今天可是直接赚了38.5万啊！
太爽了！我在股市一天狂赚32万，只因为我的备用机可以看到第二天的股市行情。被上级派到这个负债期，我让公司副总经理吴海变卖公司所有资产。此时吴海告诉我，公司股票已经连续跌停，即将要被强制退市了，而我却淡淡的说道：“放心吧，公司不会破产的，证监会的警告也不用理会。”公司此时人心惶惶，大家都做好离职的准备了。公司即将破产已经是榜上钉钉的事实了。第二天，我毫无波澜的来到了公司的证券部。唐国军看到后马上走过来说道：“董事长好，您怎么来了？”走，带我去操盘室。来到操盘室后，发现空着2个位置。这2个位置是没有人吗？他们请假了，是去其他公司面试了吧？你通知这2位以后不用来了。是我待会就裁掉他们。这时吴海也刚好赶了过来。不好意思，董事长，我迟到了。罚500，待会自己去财务部交钱。是。现在公司账户上还有多少流动资金？因为昨天股市大跌，我们逃出来的资金没有多少，所以加上公司原有的420万，现在总共有2370万。我看了看时间，现在是9点13分，距离开盘还有17分钟。你们听好了，现在立刻马上将公司全部资金转入我们的股市账户，2370万，你们每人负责1/4的资金。董事长，您这是干什么呀？股市都成这样了，我们还要投入啊？是啊，董事长，这段时间的股市行情有些诡异，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好。我是董事长，出了什么事情我来担当，跟你们没有关系。我之所以这么自信，那是因为早就用备用机看过了今天的股市行情了，很快就准备好了一切，4名操盘手也都准备就位。记住了，我们的目标是科创股的莱斯信息，开盘后要在最短时间满仓。董事长，所以2000多万全部买1只股吗？这样风险太大了吧？股市投资不是这么玩的，应该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如果你会玩，公司投资股市的6800万就也不会剩下2000万了。别废话了，马上满仓莱斯信息。4名操盘手马上打开莱斯信息，以71.5元的价格买了331468股，而唐国军跟吴海则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董事长是疯了吗？应该吧。而我没有理会他们，而是走到边上打开自己的主机同花顺，然后买入自己的另一个目标林维纳。之后大家就紧紧盯着莱斯信息的走势，而短短几分钟，莱斯信息就从71.5元涨到了73元。吴海激动地说道：“董事长，可以抛了吧？已经赚了40-50万了。”别急，让子弹再飞一会。之后就是股票继续在涨，很快就到了10点40分，莱斯信息的股价已经涨到了每股80元了。董事长，我觉得已经到顶了，可以抛了。是啊，董事长，你太厉害了！我们交易了33万股，每股涨了9块5，一进一出就净赚了200多万啊！别急，80块还不是顶，再等等。什么？80块了还不是顶？唐国军跟吴海疑惑的继续走到屏幕前，盯着股市走势图。唐国军似懂非懂的分析着：下午盘不确定性很大，有可能会下跌。董事长，已经81了，还不抛吗？去点几份外卖吧，饿了。相比之前的不服气，现在唐国军倒是很听话，马上就打电话点了外卖，很快外卖就到了。我们7人也开始了干饭模式。吃完饭后，到了下午，我们继续跟着股票行情，然后到了2点半的时候，莱斯信息涨停了，董事长，涨停了。看着屏幕前莱斯信息涨停在84.72元的价格，一个个高兴坏了。好，清仓吧。然后4个操盘手马上将公司手上的331468股以84.72元的价格全部卖出。此时公司总账户达到2824.7万，其中本金2370万，盈利454.7万。董事长，您太厉害了，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多读书，多看报，收拢各方面信息，结合自身思维进行判断。我好好的装了个逼，我当然不会告诉别人我是通过系统升级的备用机看到的信息吧。那董事长，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尽快把我们公司股权资产低价卖出，收拢流动资金。只要有这个系统备用机在，资金足够多的情况下，才能盈利更多的钱。是，我待会就亲自着手这件事，无论优劣资产，全部低价转手。很多时候，只有你做出来了成绩，别人才会信服你。放在任何事情行业上都是一样的。之后我就独自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打开自己买的林维纳，看到也涨停了。33.22元开盘，39.78元涨停。我是在33.3元买入的51201只股，现在就全部卖出吧。之后我就把股票全部卖出，盈利33.1万，加上原本的170.5万本金，我现在个人账户总资产达到了203.6万。我用备用机预知股市行情的系统，一天之内帮公司赚了454万，而此时派我来背锅的公司总部的张伯军坐不住了。什么？一天赚了454万？是的。我看他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对了，你说还有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霍正打算把公司的股权全部变卖了投入股市，还听说他准备向证监会发出回购公司的申请，大概准备拿出2000万资金来回购。听到这个消息，张伯钧正准备发怒，但是冷静一想，我派他去的目的不就是让他背锅吗？霍正啊霍正，既然你要这么胡来，那就别怪我提前动手。对了，你安排一下，明天以我的名义让公司股东9点半来公司参加股东会议。是。而我这边正拿着备用机找着明天18号的2只优质股票，很快就找到了目标，一只是金盾股份，另一只是腾源钴业。明天18号金盾股份的开盘价是13.02元一股，在11点10分的时候以15.7元涨停。腾源钴业开盘是45.01，10点的时候就以53.12元涨停了。那明天公司和自己都买这2只股票了，而且我可以先买腾源钴业，等10点涨停的时候再买金盾股份，这样一个上午我就可以赚2波涨停板了。我真是天才！第二天我就来到了公司，由于昨天帮公司赚了454万，所以大家对我的态度明显热情起来了。这时候吴海走了过来说道，刚刚资产运营部主任老周通知我说，要在我们这边会市召开南州投资的董事会议。召开董事会议怎么会是他来通知？难道公司以往董事会都是他通知的吗？不是，一般都是由市资委通知董事长，董事长再通知股东的。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这个老周是张伯钧的人。几点开会？早上9点半。9点半开盘，哪有时间去？我不去了，他们股东开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说完我就朝证券部走去，吴海也紧跟上来。股权资产抛售的怎么样了？筹集了多少资金了？目前总共有3600万资金了。干得漂亮！3600万加上公司现有的2824万，那足足有6424万资金可以使用了。来到操作室，唐国军就一脸兴奋地问我：“董事长，我们今天买进哪只股？”现在立刻将公司账户的钱全部转入我们公司账户。今天我们的目标是腾源钴业。明白了，董事长。好了，快开始操作。腾源钴业6名操盘手也马上就行动起来，看着公司账户上的6400多万资金，唐国军疑惑地问道：“董事长，我多嘴问一句，您为什么这么笃定地选择腾源钴业？是有什么内幕吗？”多学多看，你们以后就知道了。我装模作样地回答着，因为我总不能告诉你我是用系统给的备用机看的。这时候会议室内，张伯钧看到我跟吴海不在，气愤地问道：“怎么没有看到霍正和吴海？听说霍正一来公司就带着吴海去了证券部了。”主任，刚才我们公司账户还被转走了3600万，都转入公司的股市账户了。听到这话，在场股东全部震惊，而张伯钧也顺势说道：“在召开董事会之前，我先跟大家道个歉。市资委本来要派一个有能力、有魄力的人过来拯救公司，但是这次组织走了眼。这个霍正是混蛋，他不经董事会决议，竟然私自决定要低价抛售公司的股权资产。现在他要把公司的几千万全部砸进股市，这样会让南州投资陷入更加危险的处境的。他怎么可以这样？是啊，搞什么公司回购，就为了那点钱？要是公司破产了，还有钱赔给我们吗？”股东们在张伯钧的煽动下开始对我产生怒火，而张伯钧看着计划得逞，一脸得意地说道：“现在霍正就在证券部的操盘室，我们一起过去阻止他，同时当着他的面投票将其罢免。”众股东全部表示同意，而我们这边正盯着屏幕上看着腾源钴业的行情走势。董事长，已经46元了，还不买吗？不急，再等等。因为我知道腾源钴业最低的时候是43.68元，所以我打算在最合适的时候买。就在这时候，张伯钧带着股东走进来，一进来股东们就开始骂骂咧咧：“霍正，你是不是把公司的钱全部买进股市了？你必须立刻停止你现在的行为。我们要投票表决罢免你的董事长职位。”我听后愤怒地拿起椅子在地上大呼一声：“都给老子闭嘴！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现在就一个人，无父无母无妻无子，谁敢再吵一句，这个椅子就是他的下场。”众人被我气势吓倒，竟一动都不敢动地看着我，而我也没有搭理他们。看着屏幕上的股价到了44.75元的时候，我马上说道：“满仓进场，立刻！”6名操盘手马上开始操作，很快就满仓买好了股票。满仓买一只股票，你疯了吗？这只股一看就是垃圾股，绝对要亏死。不错，都在跌了你还买，你真是混蛋啊！霍正，还真不是你的钱，亏了不心疼啊！霍正，你现在马上给我停下！我们已经投票将你罢免了，你现在没有任何权利这么做。你最好别逼我删你。公司股东不满我对股市的操作，竟然联手起来要罢免我。霍正，我们已经投票将你罢免了，你现在没有任何权利这么做。张伯钧，你最好别逼我删你。此话一出，众人震惊，张伯钧被气得咬牙切齿，但是又不敢对我怎么样，于是只能骂道：“
霍正，你最好祈祷你的行为没有对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否则我还有市资委一定会追究你的责任的，到时候你的老领导可救不了你的。这时候操盘手也已经成功以43.7元的价格买了437136只股。股东们看着这一切愤怒无比，因为但凡多跌一点，他们的上千万就没了。吴海这边看着这一切感叹道：董事长现在夹在天堂和地狱之间了。你相信董事长吗？吴海摇摇头说道：我不知道。我相信董事长。为什么？你看屏幕，因为涨了。这时候屏幕上的股票走势开始上涨，像坐电梯一样以极快的速度直接在53.12元的时候涨停。看到这一幕，股东们都惊呆了。我操，居然涨停了！我不是在做梦吧？我去，这得赚多少啊？开盘价是45.01，我们每股的交易价是43.7，收盘的时候是53.12元，实际涨幅超过20%，涨跌达9.42元每股，差不多赚了1300多万。相比股票的涨停赚钱，大家更震惊的是我的操作，可以精确的在最合适的低价精准满仓买入。张伯钧看着这一切傻眼了，这怎么可能？而我并没有搭理他们，而是继续准备买下一个涨停股票。现在全部清仓变现，准备下一个目标。操盘手们也按我说的，开始把腾源钴业的股票全部卖出，而我拿了条新闻坐下了，悠闲的对着这些股东说道：对了，你们刚才说要罢免我，是真的吗？哪有啊，董事长您刚才听错了。对，我们怎么会罢免您呢？对比几分钟前的愤怒，现在他们满脸都是巴结，但是张伯钧的脸色依然难看，因为他本来计划煽动股东们来罢免我的，但是现在股东们明显叛变他了，无奈的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说道：虽然你赚了钱，但是你的做法还是违规的。说完后只能不服气的离开了，而我也没有搭理他，并对那些巴结的股东说道：你们也可以走了，如果不走，想待在这里看的话，那就保持安静，不许出声，也不许提问，好好看就是。是，没问题。我们绝对安静。这边唐国军开心的走过来汇报道：董事长，全部清仓完成了，总共盈利135307万元，加上6425.7万的本金，现在我们总共有7779.4万元资金了。很好，我们下一个目标是金盾股份。然后操盘手马上打开金盾股份的界面，显示当前的价格已经到了13.44元了。董事长，金盾股份开盘价是13.02元每股，现在价格是13.44上下浮动，我们要买入吗？不着急，再等等。好的。很快35分钟过去了，现在是10点40分，而金盾股份的价格也从13.44元跌到了13.23元。我立马说道：就现在，满仓进场。我的话一出，6名操盘手马上开始操作，最后以13.24元的价格满仓买下5875377只股。众股东们看到后死死地盯着屏幕，但是股价走势并没有像腾源钴业那样直接上升，而是一直13.23到13.24这个价格波动。怎么一直卡在这个价格？难道是翻车了？不知道吧，如果翻车了，那前面赚的不也得亏进去？此刻股东们的心揪得比死结还紧。这时候一个股东说道：别急，你看涨了。只见屏幕上价格涨到了14.21元，众股东们的心情又由阴转为晴，但是还没高兴一会，价格又开始慢慢下跌。这时候股东们急了，恨不得我赶紧抛了，但是又不敢开口。我看着他们可笑的样子，也懒得搭理他们，而是自顾自地玩起了手机。时间1分1秒过去，很快时间来到了11点05分，时间开始上涨，最后在11点1分的时候以14.68元的价格涨停了。众股东们看到后高兴坏了，牛逼，又一个涨停！是啊，真是太厉害了。一个早上创造出2个涨停板，操盘室内的众人已经把我当神一样看待了，而这些对于有系统的我来说，不过都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好了，全部清仓，暂时就到这里了。很快，操盘手马上就把股票全部卖出，唐国军也赶忙跑过来汇报：董事长，5875377只股全部交易完成，我们以13.24元每股买入，14.68元卖出，每股盈利1.44元，总盈利846万元，加上上一只股票，今天总盈利2199万了。很好。对了，各位，这段时间比较忙，有些事情没来得及跟你们打招呼。关于公司出资2000万回购股票进行救市的决定，你们是赞同还是反对？这时候门口走来一个男子，此人叫于震，也是股东代表。董事长您好，您还认识我吗？当然认识，于总。董事长好记性，我跟您表个态，以后你要做什么不需要问我意思，倒得放心的去干。对，我也是。董事长，你想做什么，放心去干，我代表我个人绝不干涉。我也不干涉。之后其他股东也纷纷赞同。我的备用机能看到第二天的股市行情，我用这个信息在一个上午就帮公司赚了2199万。此时办公室的众人已经把我当神一样的存在了，而且还给我起了个外号霍神。中午的时候我正在办公室午休，这时候系统的声音再次传来：丁，
为系统将来奖励的科技面试合理化。系统提前安排3名拥有科谁身份的系统人给宿主，身份已经全面合理化，打分100忠诚于宿主，请宿主放心使用。随后系统卧槽！一下子给我安排了3个忠诚的员工啊，牛逼啊！系统，既然你们是系统安排的，那么你们3人就成立一个科技研究小组。好的，董事长，我们一定会认真工作的。随后我就叫了人事进来，让人事给3个系统人安排了入职手续跟研究小组的工作。然后我看了看时间，已经下午1点半了，下午开盘时间到了，然后我就马上赶到了操盘室。董事长，你可来了，已经开盘了。不着急，我们下午的目标是交控科技。好的，董事长，你们马上打开交控科技。6名操盘手马上打开交控科技，但是交控科技绿的发光啊！开盘价是16.31元，现在是16.15元，一路下跌没有涨过。董事长，你是不是说错了？这只股票能涨吗？放心，满仓进场。于是6名操盘手马上操作，因为一下子8000多万进场，所以导致股价也稍微提升了一点。在16.21元的时候，买入了534万0804只股，而在交易完成后，因为8000多万的资金，股价一下子从16.21又涨到了16.58元。与此同时，某市公司这边，老大，有不明主力进场了，吃掉了500多万的货，一下子拉升了股价，涨到了16.58元了，并且还在快速上涨。是哪个机构进场了？我们内部是不是出现奸细了？把利好的消息提前放出去了？算了，不管了，奸细待会再抓，现在迅速买入，等买好了立刻把利好消息放出去。是啊，真是无语了，捂了这么久的利好，结果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这次少说少赚了3、4千万啊！一时间，比我们公司更大的资金疯狂买入交控科技，导致交控科技的股价也以平均10秒1分的速度急速攀升。散户们看到这个走势图都看呆了，开始犹豫要不要加仓。就在这时，一个利好的消息发了出来，股民们看到后想都不想短短10分钟时间，交控科技的大盘流入资金就达到了3个亿。之后，交控科技直接就在19.62元的时候涨停了。我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是2点钟。果然提前半个小时涨停了，看来我的猜想是对的，因为自己大量资金的介入，也直接让原本2点半涨停的交控科技提前了半个小时。好了，可以清仓了，记得慢慢清仓，不然一下子减仓太多，会有可能导致价格下跌的。之后，操盘手们花了10几分钟，终于将交控科技的股票全部买。唐国军一脸兴奋地走过来汇报着：“董事长，我们赚大了！我们买入的时候是16.21，然后在19.62元卖出，每股净赚3.41元，总盈利差不多1821万2千元。加上之前呢，我们现在公司的资金累计有1亿0446万了。”股东们看着这个数字兴奋无比，太厉害了，董事长！我们公司1年的盈利额都没有您一天在股市赚得多啊！是的，这是南州投资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资金破亿吧？对了，各位老板，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董事长，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你放心的说。南州投资的本金太少了，能赚的钱也非常受限。如果今天我们的本金是10个亿，那么我们就能赚6.5个亿了。所以我想跟老板们借点钱，500万起步借，利息是10天20%，也就是说你们借给我500万，10天后我多还你们100万，借我5000万，10天后多还你们1000万。一听到借钱，众股东们也开始陷入了沉思。余震犹豫地说道：“霍董啊，借钱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到底为什么确保能赚这么多钱啊？要不然我心里没底了。”是啊，董事长，你也让我们安心一下。这个呢，我无法透露，我需要看行情来判断。如果你们相信我的实力，我的判断，你们就借；如果不信的话，没关系，可以不借，全凭自愿。就在股东们还在犹豫的时候，吴清则开口道：“董事长，我可以借吗？你有500万吗？”哟，我家有点底子，500万还是有的，这都是我爸之前做生意，还有我和我老婆攒的一点小钱。吴总，你这是把家底投进去啊？哈哈，于董，你们今天才见识到董事长的厉害，而我们昨天就见识到了。昨天霍董第一次操盘2000万本金的时候，就赚了400多万了，所以我相信董事长的实力。什么？昨天也买到涨停了？一想到我连续2天都买了涨停，所以对我的想法又一次发生了改变。霍董，容我考虑1个晚上，可以吗？对，我们也考虑一下。当然可以，那我就等各位明天的好消息。一天时间，我在股市狂赚了1个亿，所以我决定趁热打铁，晚上的时候进军美股。于是我拿出备用机查看了今天美股的行情，很快就出现了一个结果：南朝医学。我看了看行情趋势，从开盘价1.17美元涨到了3.112美元，成为当日美股涨幅度最高的股票了。不错，就你了，南朝医学。如果操作顺利的话，
今晚赚个8000多万应该不是问题，我就不信那些股东看到了还会坐得住，到时候肯定会乖乖的把钱借给我。来到操盘室后，我对唐国军说道：“今晚加班，我们进军美股。”我去，董事长，你还会玩美股啊？那你看好戏吧，现在赶紧把我们公司的股票账户转移到公司美股账户上去。很快，操盘手就把资金转移完毕。董事长，已经都转移好了，总共有14425926美元。那我们买哪只股票呢？今晚我们的目标是南朝医学，满仓进场。好的，董事长。就在我们满仓进场后，此时南朝医学公司证券操盘室内，总监有情况，有一笔1400多万的资金买进了我们的股票。南朝科技的总监看着屏幕前涌入的资金，陷入了沉思。见鬼了，利好不是捂着的吗？怎么还有大资金买入？要不要我们先憋着一下，利好消息明天放，把这支资金先逼走，否则我们会少赚好多钱的。董事会已经对我们股价连续性下跌感到不满了，再憋一会估计我们的饭碗都会丢了。这样的，我们提前进场低价吸筹，半个小时后再放出利好消息。好的，总监。等事后一定要查出这股资金是哪里来的，一定要揪出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半个小时后，南朝医学就发出了一则通告，上面写道：南朝医学把一项较为重要的医学科技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众人看到后都很震惊，我是怎么知道的？董事长，你是真神啊！这个利好消息一出，南朝科技的股价一定会上涨很多的。话音刚落，只见南朝医学的股价开始从 1.698 美元涨到了 3.0989 美元，涨幅达到了 80%。我立马说道：就是现在，马上抛！6名操盘手以极快的速度马上将8495833只股票全部抛出。董事长，我们赚大了，平均每股卖出 3.1108 美元，我们买入的时候是 1.698 美元，我们直接盈利12002912美元啊！都淡定点，还没有结束呢。之后在我的安排下，我们又陆陆续续的买了3只股票，毫无意外的都赚钱了，而我也直接把公司1442万美元的本金直接干到了3148元美金。吴海，把我们今晚的战果告诉各大股东吧，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借钱的话，明天9点之前资金要到位，不然我就不带他们上车了。是。随后吴海就开始联系各大股东。回到办公室，我拿出自己的手机查看了自己的股票账户，现在自己的资金也有771万了，可惜是本金太少，不然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了。明天加油，尽量干到2000万。第二天，股东们也都收到了我在美股赚了1个多亿的消息。什么？霍董晚上在美股赚了1个多亿？这是什么神仙操作啊？印钞机都没有他赚得快吧？上车吧，赌一把。股东们跃跃欲试，大部分都准备把钱借给我，然后赚取这20%的高利息。另外一边，张伯钧找到了市资委主任郭顺明。主任，霍正真是太无法无天了。他刚到南州投资，就将公司的股权全部低价抛出，并把抛售资产得来的钱以及公司账户上的钱全部都投进股市。他这么做，如果亏了，到时候可能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竟然有这种事情，简直胡闹！这时候，一个长者走了过来，郭顺明立马起来，笑着说道：“杨省长，你起来了呀？刚才听你们说话声音，感觉有点火气，怎么了？是什么事情？”然后张伯钧把事情说了一遍，当然都是把我往死里说，还把我要扇他一嘴巴的事情也说了。听完后，杨白非常的生气。走，带我去南州投资公司看看，我倒要看看这个霍正到底有多狂，看他敢不敢说对我扇一巴掌这种话。董事长，截至目前为止，总共有9个股东打钱到公司账户了，加起来有18100万，再加上我的700万，唐国军的600万，还有操盘手们的500万，也有1800万，加上公司原有资金，合起来就是4亿2000多万了。不错，那今天不出意外，我们10个亿的目标应该能完成了。不过还别说，你还挺有钱啊，能有700万。嘿嘿，这不是绝对信任董事长吗？好了，你先去安排把公司账户的钱转到股票账户上去。好。吴海走后，我就拿出自己的主机，看了看上面的资金，已经有1542万了。想不到771万的融资贷款这么快就到了，虽然利息高达每人1900元，但是我有备用机在，再高的杠杆也玩得起。在帮公司赚钱的同时，自己也不能拉下。于是我就选好股票挂单交易，等开盘了就能自动买进交易了。弄好之后，我就来到了操盘室。今天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深成交，开盘后就直接满仓进场。好的。对了，董事长，前台说张伯钧又来了，还带了些领导过来，其中有一个好像还是省委领导，你看我们要不要去接一下？马上都开盘了，不接就当不知道。这时候门口传来不礼貌的砸门声，于是我对6名操盘手说道：“待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哪怕我被他们罢免了，你们也要继续执行我的指令。”好的，董事长。然后我就带着吴海跟唐国军一起过去开门了。开门后映入我们眼前的就是一堆的领导，分别是副省长杨白、兰州市委书记陈洛、
副党委书记王立和，市长李明，副市长李顺峰，国资委主任郭顺明，纪检委书记魏巍。杨省长，这个就是霍正。杨省长你好。杨白并没有搭理我，而是跟其他领导一起朝里面走去，而张伯钧也给了我一个得意的眼神。没事吧，董事长？没事。你们出去一下。6名操盘手并没有理会张伯钧的话，而是继续操作着股票。张伯钧被气得咬牙切齿，而杨白看到后也不禁冷哼道：“真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公司一把手50上级领导，下面的人也跟着50。或大董事长，你与人有道啊！”杨省长，是不是张副主任跟你说了什么？你自己干了什么不清楚吗？如果是昨天的事情，我想说一切都是为了公司，为了保障国家利益。好一个为了国家利益，你低价抛卖股权资产，把大量资金砸进安流涌动的股市，你就这么保障国家利益的？那好，我问你，现在公司还有多少资金？4个亿。才4个。随后杨白直接震惊住了。南州投资不是要破产了吗？怎么还有4个亿？是这样的，领导，董事长上任第一天就让我们低价抛售公司股权资产，加上公司原有的资金总共是2370万，然后当天就在股市净赚了450万，包括公司回购的事情，也都是为了筹集资金。之后吴海把这几天股市上赚钱，以及在美股一天赚了1个亿的事情，还有股东借钱的事情，清清楚楚的都告诉了杨白听。听完后，杨白等领导都懵逼的看着我。3天时间让公司多了2个亿，还能接到2个亿，小伙你是不是有什么内幕消息？这个并没有，我只是在市资委上班的时候就喜欢研究股市，也会每天看各国的报纸，所以综合之后分析出来的结果。我总不能告诉你我是用备用机看到的，那岂不是太没面子了？杨省长，这个霍正是人才啊！是啊，巴菲特也不过如此吧？杨省长，您是不是听了某些人对我的污蔑，才对我造成了一些误会？我顺势给了杨白台阶下，杨白也顺着我的台阶下来了，然后对我说道：“但是违规就是违规，这个改变不了的，你要写一份检讨交给我。”是，杨省长。我们今天差点冤杀了一位人才，不过也因此我们知道了在南州投资公司有这么一位年力富强的干部，我们给霍正同志鼓掌鼓励。之后领导们开始给我鼓掌，张伯钧看得脸色发青，但是碍于领导们都在，也只能勉强的挤出笑容。我看着着实好笑。有领导支持我的工作，我保证绝对不会让领导们失望的。这个时候唐国军说道：“董事长，开盘了。”按我前面说的，马上买入。然后6名操盘手以极快的速度将账户上的4.26亿资金全部满仓买了深成交。杨白看了后忍不住问道：“霍正，你满仓买一只股票，你有多少把握？”杨省长还是看股票走势吧。之后深成交的股价以很快的速度在5分钟内直接就涨停了，操盘手们也以极快的速度马上开始清仓。清仓完毕后，唐国军汇报道：“这只股票我们净赚8520万，总资金达到5.112亿了。”我去，这才10几分钟啊，赚了8000多万。股市这么好挣钱的吗？当着众多领导的面，我只用了10几分钟就赚了8000多万，直接震惊众人。而我决定趁热打铁，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股神。然后又选了一只股，然后又是收益了1个亿。但是为了让杨省长知道我的厉害，我当即拿出备用机查看了今日最优质港股，很快系统就帮我选定好了一只最优质港股。马上把我们公司账户转入港股账户，然后选择我说的这只股票满仓买入。好的，董事长。毫无疑问，在12点10分的时候，我们成功清仓卖出，最后收益2370万。就这样，我只用了1个上午就帮公司赚了超过2个亿，公司的账户资金也达到了6.349亿。张伯钧此时的脸比吃屎还难受。这尼玛，老子是让你来背锅的，你倒好，把公司账户资金干到了6亿多，这叫什么事啊？有人忧愁就有人喜，众领导们高兴坏了。天才，这就是天才啊！我想巴菲特也不如霍正同志。小伙好样的，不愧是市资委出去的人，以后需要什么尽管向市资委提要求。我还真有要求。你说。我希望我能拥有兰州投资公司一切决策能力，做任何事情都无需通报上级。听到这，郭顺明犹豫了起来。这时候张伯钧趁机开口道：“霍正，你想什么呢？你是国家干部，是组织的人，你这样简直是目无组织。”市委书记陈洛本想说什么，但碍于杨副省长再也不好开口。这时杨白也开口说道：“张副主任这话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没有依据实行，我们都看到了。霍正同志是有能力有实力，对国家利益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想给他这个特权也不是不可以。如果他哪天干不好了，再收回这个特权也不迟。你们同意吗？”同意。我也同意。领导们也都纷纷同意了，而张伯钧此时的脸比吃屎还要难受。那就谢谢杨省长，谢谢各位领导的支持了。张伯钧啊，张伯钧，今天还真是谢谢你带了这么多领导过来啊，不然我也获得不了这个特权啊。下午还要赶回市委开一个会，我们今天就到这了吧？哪天有机会我们好好聊聊。好的，哪天我去省里会找您的。然后我就送着这一群领导到了电梯口，
此时电梯内，霍正真是厉害啊，就好像开了天眼一样。是啊，拥有如此强大的投资能力，这钱真是比捡的还快。老郭，你们是自为这次挑对人了啊。而此时郭顺明尴尬极了，因为他很清楚我是为了背锅才调过来的，然后狠狠地看了一眼张伯钧，张伯钧尴尬低下了头。而这时候还有一个更尴尬的就是副市长李顺风，因为他前几天刚让他女儿跟我分手了，现在估计后悔死了吧。你们南州有福气，也希望你们能保住这个福气，平时多慰问一下霍正同志，如果让他受委屈了，我可为你们试问。放心吧，杨省长，我们会把这个宝贝保住的。操盘室这边，董事长，恭喜你啊！是啊，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听董事长的安排了。从此天高任鸟飞，好好干，我们一起飞。好嘞。对了，让资产运营部主任周云自己辞职吧。明白，我马上通知他。此时资产运营部内，周云神情紧张，坐立不安。这时候吴海走了进来，然后紧张地问道：吴副总有什么任务吗？是你向张伯钧透露公司的事情吧？导致张伯钧昨天带着股东过来。喂，没有的事情。别装了，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你是主动辞职还是？哇，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你就等着被辞退吧。董事长已经从上级领导获得了公司的绝对决定权，此你不需要经过上级部门的审批。听到此话，周云赶紧说道：给我一个机会吧，昨天张伯钧走后，我就没有向他做任何汇报了，我愿意跟着董事长做事，给我一个机会好吗？而吴海不想搭理他，直接朝外走去，因此周云索性破罐子破摔了。你们凭什么辞退我？我做错什么事情了？你们欺负人！姓周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去年阳光物流公司的投资项目，还有真华灯具公司的投资项目，你拿了多少？以为我不知道？被抓住命脉的周云瞬间就稳了，瘫软在地上说道：哇，我辞职，放过我！捏你同事一场，主动辞职，然后限你1日之内把吃掉的主动上交，否则就送你进去。说完，吴海就大步的离开了。来到操盘室后跟我说道：周云答应辞职了。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继续。之后我就选了3只股票，很顺利的也盈利了16118万，账户的资金也达到了7.3848亿。今天一天总共赚了3个亿。而吴海一脸兴奋的问我：董事长，今天能做到10亿吗？今天白天就到这里了，距离美股开盘还有6个小时，大家休息休息，吃个饭，晚上我们继续奋战。副市长李顺风在看到我得到杨省长的赏识后，马上告诉了自己的女儿李景宁此事。女儿，爸爸同意你跟霍正在一起的事情了。真的吗，爸爸？那我马上去找霍正。于是李景宁马上就开开心心的跑来联系我。而另外一边，我正带着吴海他们在吃大餐犒劳一下。吴海这时候接了个电话，笑着跟我说：董事长，好消息啊！证监会通过了我们公司的回购计划，要我们立刻发布公告，并在60日内完成2000万额度以上的回购。2000万以上，那是不是说可以回购更多的股票？对，但是回购额度超过1倍，需要提前2个工作日向证监会发出通知。可以，明天发出公司股票回购以及公告，公布我们的财务报表。就在这时，其女友李景宁打了电话过来：霍正，晚上有时间吗？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行啊。那晚上6点老地方。晚上6点，烤肉店内。霍正，你想知道我的好消息是什么吗？什么好消息？我爸今天下午的时候突然跟我说，同意我们2人在一起了。对于这个消息我并不高兴。李景宁看了看我，感觉我好像不是很开心。怎么了？你不高兴吗？你是不是不想和我和好？我跟你说个故事吧。从前有个农村的男孩认识了一个很好看的女孩，所以花了很多时间跟钱去对她好。但是有一天，这个女孩居然联合她的男朋友把这个男孩骗光了所有的钱。男孩想过自杀，但是一想到爸妈，所以重新振作起来，最后终于考上了华夏财经大学。毕业后也直接分配到了是资委工作。但是男孩的父母因为意外去世了。这个时候，男孩人生又出现了一个女孩，女孩是男孩的同事。女孩一开始就很猛烈的追求男孩，最终男孩内心的枷锁终于被打开了。可是没过多久，男孩的事业遭到了打击。而这个时候，女孩居然哭着打电话过来说分手。男孩什么都没有说。过了几天，男孩事业又出现了转机，女孩又找上了男孩。他不怪女孩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他，他知道女孩是家里被迫的，但是男孩的心再也热不起来了。说完这些，我拿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李景宁此时也早已哭成泪人了，而我走出烤肉店后，我也哭得撕心裂肺。但是我必须坚强，因为我要的另一半是一个可以无论在辉煌还是黑暗都能陪我一起度过的，哪怕他有苦难言，哪怕他迫不得已。现在啥都不想想了，专心工作吧。很快就到了晚上9点，美股也开盘了，我也早就用备用机查看了今晚适合买的股票。今晚我们买这只股票，华企美股。很快操盘手就满仓买入了这只股票，到了11点半的时候，涨幅度已经达到了125%。
我在备用机上面查看的是12点的时候，涨幅度达到了120%。这只股票总市值才30亿美元，而我们这边就投了进去10189万美元，所以导致涨幅度跟时间都发生了变化。那现在就是卖出的最好时机了。然后我就让操盘手赶紧卖出这只股票，到了12点全部清仓完毕，总共盈利了1亿2328万美元。我们公司的总资金也达到了2亿2517万美元。而随着资金盘面越来越大，美股市场已经没有高涨幅的大盘股了。于是我将这笔资金分成5份，同时买进5家小盘股。最后凌晨4点的时候，这5只股票盈利了5729万美元。唐国军统计完毕后，兴奋地汇报着：董事长，您太厉害了！我们今天在美股总共赚了1.8亿美元，总资金达到2.8246亿美元。转回我美股账户后，账户资金总共有20.47亿了，加上 A 股和港股赚的，我们今天总共赚了16.21亿啊！这简直就是奇迹中的奇迹啊！董事长，我太膜拜你了！赚了这么多钱，大家都开心坏了，因为他们很清楚，只要跟着我就一定能跟着赚钱。对了，吴海，银行债务什么时候到期？还有1个月呢。明天就把银行的4.8亿债务连本带息还了吧。虽然银行明天不上班，但是我相信我们还钱，他们明天肯定会加班的。哈哈，希望他们加班的时候不骂人吧。对了，我们现在资金盘面越来越大，就算是大盘股也没有几个能承受住我们满仓进场。下周的股市投资我们将改变一下，把资金分成多个部分，同时买入多个股票，到时候也会有人手压力。唐主任，你加个班，你再招6个操盘手，开操盘2组。好的，董事长，我加班，加班使我快乐。这个时候，大洋彼岸的多家美股上市公司的操盘室内，法克，给我查，到底是谁在吃我们的肉，连同骨头都啃了？是啊，这到底是谁？太可恶了！到底是怎么获得我们内部机密的？汤都没给我们留下。最后经过他们努力的调查，终于查到了这笔资金就是来自我们南州投资公司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利好的消息他们怎么会知道的？最后他们怎么查都查不到这个消息是怎么出去的，因为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消息都是我在备用机上面看到的。吴海在办理完银行的4.8亿的债务后，也发布了南州投资公司第1季度的财务报告和公司回购公告。看到这财务报告后，众股民们开始议论纷纷。看到这个财务报告，我想说造假都这么明目张胆了吗？是呀，都要跌停退市了，还净利润13亿，肯定是为了救市才造假这么恐怖的。对，我要去举报他们。众股民各种言论都有，而吴海也很快就接到了证监会的电话。造假？没有啊，我们没有造假。反正是通知一下你们，我们证监部门是会派人过去审查核实的。好，我们一定配合。然后吴海马上打电话告知我此事。行，我知道了，你配合好就行。反正我们的财务报告都是实打实的，随便他们查。先生，您这边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你们店里最好的是什么车？老板，那还真是巧了，之前有个客户在我们这里定制了一台迈巴赫 S680 顶配，但是因为他资金链断裂了，所以就没有了。您要看看吗？行，带我去看看。我第一眼看到这辆迈巴赫 S680 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今天能开走吗？没问题的，只要今天付款就可以开走，所有手续都能办好。总共多少钱？全部加起来的话，算您820万。行，现在签合同，马上付款。是，我马上去。销售员开开心心的就去准备合同了。另外一边，张伯钧正带着他的情人也来到这家店。老公，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买一辆车哦，我看这辆白色的就很不错啊，也不贵的。好，买给你。然后两人就在那边认真的看着车，而我也注意到他们了。想不到这个张伯钧居然光明正大的带着情人来买车，那我就偷偷给你拍几张照片吧，然后死死的拿捏住你。我正准备拿出手机拍照的时候，张伯钧这时候却四处观望，似乎在怕有人跟踪他。我立马躲到了车子后面。这老小子的反侦查意识还挺高啊。你怎么了，老公？在看什么呢？我感觉被人盯上了。谁盯你呀？今天周末，纪委也要放假吧？要不我们下次买吧，我感觉不舒服，宝贝。哼，你就是反悔了，怕你那个黄脸婆来找你麻烦。算了，你不买我再也不找你了。别了，今天买，今天必须买车，别生气了，宝贝。哼，这还差不多。就在我找不到时机给他们拍照的时候，这时候销售员走了过来。老板，合同来了。你过来，有事情找你。老板，什么事啊？我不卖节操的。胡想什么呢？谁要你节操啊？看到那边没有？那边有个50多岁的老家伙，旁边还有一个女的，你帮我把他们的亲密照片拍下来，最好能把他们的购车合同拍下来。这不是侵犯别人的隐私吗？那你想想，这辆车你卖了，你能提成多少？销售员在一番思考后，认真的说道：其实好像也不是不可以拍。然后销售员就慢慢走过去，靠近张伯钧他们，以熟练的手法拍了好几张照片。对此沉溺在美女眼中的张伯钧并没有发现。老板，你看拍的怎么样？
我看了看照片，很满意的说道：“干得不错，购车合同你都拍了。张伯钧啊，张伯钧，现在你的把柄在我手上了，我看你以后怎么在我面前嘚瑟吧。”老板还满意不？那这个车，这家伙看起来挺机灵的，收为己用倒是不错。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侯吉。侯吉。老板，我是君后的后，集团的集。那你在这边一个月能赚多少钱？业绩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有2万，单季就6、7千吧。这样吧，你来当我的助理，顺便兼职司机，每个月给你5万，你干不干？5万？敢问老板是干什么的？南州投资听说过吗？知道啊，我还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呢。我当初看它股票跌到5块，以为到底了，结果现在跌到了1块多，我都亏了5万这样了。其实我就是南州投资新上任的董事长霍正。你就是南州投资的新董事长？对，我劝你股票别卖，过段时间至少升值10倍。可是我今天都看到证监会发的通告了，说你们的财务疑似造假。不说这些，你跟我干不干？我怕你到时候发不出来工资。于是我掏出手机，让他看了看我手机的余额。自己看吧，如果公司发不出工资给你，我自掏腰包给你发。侯吉认真的看了看，然后惊讶的说着：10、千、万、10万、100万、千万，天啊，国企工资这么高的吗？别管我的钱怎么来的，反正是干净的，都是凭自己本事合法赚来的，要不然我也不会买这么豪华的车。反正就一句话，要不要跟我干？干！侯吉爽快的答应，而我也没有废话，直接把820万的车款付了。好嘞，老板。之后侯吉办理完购车手续跟离职手续后，就开车带我离开了4S店。而站在那边的经理懵逼的说道：“今天真是小刀割屁股开了眼了，从来都是女销售跟人跑的，想不到今天是一男销售跟人跑了。”